大家如果要修行好，就观音法门，我们跳的一步很快很长。所以你们有印心完以后，我是修行一回以后，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了，懂吗？啊，改变很大，跟以前那个人完全不一样，认不得自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跳时间，跳空间，这个很简单可以做。洗业障是恒河逻辑，恒河阔水的。比方说，你看那个蚂蚁哈，它爬得很慢，是吗？从这里它要爬到厨房那里，哇，好几天呢，是不是？对它来讲是那个很普通的事情，要爬到那里应该几天了啊？那我现在用我的手啊拉它一拉啊，然后带它到厨房去，多少时间？1小时而已。然后他就认为奇怪，怎么这么快？这个不可以啊！当然可以啊！我们人呢要对他做什么都可以啊，我们要带他到美国去也可以啊。他一个人没办法爬到那里去啊，是吗？我们要带他到美国就很简单，是吗？啊，把他放在飞机里面，到那里带出来就好了，那很简单哈。对他来讲不可思议。他永久没有办法跑到美国去的，不管他要跑几千年，听懂吗？他不能过河嘛，过海嘛，懂不懂是否意思？对他是没有办法，是不可能啊，千万不可以的事情。不过对我们来讲，要帮助他很简单呐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他对蚂蚁他不懂啊，对我们很简单了解。所以对佛菩萨来讲，做事也很容易。听懂吗？所以意识解脱、起歌开悟是不是不合科学的？是很简单的事。对一位会做啊，知道怎么弄啊，是很简单的。还有我有看一个比喻是很好的。比方说，这张纸是这么大哈，这个不是我的比喻，我看一本书，是一个开悟的人讲。我讲出来，他那个故事太长，所以我说一个人就好了。改天有可能有空，你们知道，一个蚂蚁如果从这里要爬到这里，是应该一阵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人把那两个词的那个头啊合起来，他就不用爬了，马上从这里跑到那里了，是不是？不到一刹那哎，他不会懂这个啊。不过这个是我们人的神通嘛。蚂蚁哪里知道啊？人的神通蚂蚁不懂啊，所以佛菩萨的神通啊，人也不了解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讲来讲去又怀疑一大堆，就不修行，太可惜。不然的话，像这个蚂蚁一样，从这个彼岸到那个彼岸啊，就根本不用爬也可以啊。啊，不用思念彼岸啊，是啊，我们把那个纸折起来嘛，是不是？这块纸是这样子折起来，这个蚂蚁就马上在那里了，根本不用爬了。不然的话，它爬很久才到另外一个边，是吗？哎，这么简单而已。佛菩萨也是这样子啊，他要把地球折起来也很简单呐、要把宇宙折起来呀、从这个边到那个边啊。合起来也很简单，然后要开也是一模一样，就这样子不会受到伤害，它也不会感觉到它被扯，听懂不懂？然后那个蚂蚁它也不感觉到有什么改变，就是忽然间到另外一个边去这样子、啊，不用功啊，会感觉到奇怪。对我们人没有什么奇怪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啊，我们知道怎么做嘛，是不是？把这样子折起来，那就从一边都爬到那边去，不用一秒一刹那也不用，忽然间在那里而已。同样，那修行观音法门是这样子啊，是有一种可以折起来的那种方法嘛，懂不懂？从一个彼岸跳到另外一个彼岸去啊，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啊，就是很少人呐、知道，就很少人相信，所以才这么辛苦。我们人要改变观念就很麻烦了、
很不简单，所以生生世世才沉在一个程度里面了。这个我们世界的人很少有新的灵魂，都是旧的灵魂的，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人。佛菩萨也去去来来了，不过他们来来去去，他们有他们的工作，一来就走，一来就走，要来就再来，要回去休息就去休息。就是普通的人啊，来来去去，一天到晚有一样的概念，差不多一样的工作，一样的身份，一样的念头，一样的那种生活，所以没什么特别啊，不改变自己的方向啊，然后一天到晚沉沦在一样的等级里面，听懂吗？一改变了，哇，有个跳空间、跳时间了，几千年的那种概念马上就起掉，然后新的概念有替代它，所以我们变成不同的人，跟很文明的这样子，很有智慧，跟以前呢一模不一样，就是这么简单呢，懂吗？世界的概念呢，过去的概念洗掉、改掉，好新鲜的概念、正确的概念一直说补进去，这样我们变成不同的人了。我们为什么一天到晚沉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等级呢？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向，没有人提醒我们另外一种概念了，所以我们就习惯了这样这么想，这样这么做，这样这么生活。然后下一次回来也是一样那种习惯继续做下去，然后来来去去就是一样那个人了，差不多等级，差不多工作。当木工上次回来，下一次回来又在当公务，当秘书，下一次来当更好的秘书，有可能变成秘书长、秘书长，这样子多一个字而已，也是这样子一样。所以你们看，有一些人越来越好，比方说有一些医生啊，比别的医生好，或是有一些音乐家比的音乐家好。都是因为他多水多做，每一次做一样啊，当然变专业啊，内行啊。不过有什么用？如果一天到晚是做一个好的音乐家而已呢？了解师父意思吗？那是一样那种。所以有一些人一生出来就喜欢音乐了，像莫扎他一生出来他就爬上去弹钢琴了，弹钢琴啊，这么小没有人教他。不过如果我们那个什么思想已经改了然后我们自己用智慧出来，我们怎么都可以做的。